在哈尔科夫一带的乌军组织了一次反攻行动，但不曾想却闯入了俄军精锐部队的防区，掉进伏击圈。一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当前东乌战场除了马里乌波尔地区，交火最激烈的就是东乌哈尔科夫地区。俄方的战略意图是从哈尔科夫州和伊久姆这两个枢纽地区南下抄乌克兰军队后路，并且和南部的俄军会师，以达成围歼顿巴斯地区乌军重兵集团和夺取该地区的战略目标。虎妞认为，哈尔科夫伊久姆对于俄军来说相当重要，尤其是哈尔科夫久攻不下，伊久姆对于俄军来说就是一个战略支点，以此地为依托，俄军才能继续下一步的进攻行动。乌军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的从东乌前线调兵，围绕哈尔科夫周边的城镇部署，企图以多条防线牢牢把守住俄军的进攻。而俄军的大规模军事攻势趋于停滞，现阶段俄军正在积聚力量，筹划下一阶段的大规模进攻。而乌克兰军队这边则是不甘寂寞，甚至开始筹划将俄军逐出哈尔科夫和伊久姆地区的作战行动。乌军向哈尔科夫和伊久姆附近调动了大量的机动兵力。当前已知的是，为了将俄军驱赶至伊久姆外，乌军从斯拉维扬斯克调集了第81突击旅、第95突击旅和国民警卫队的2个营。此外，哈尔科夫地区的92机械化旅和93机械化旅也承担了主攻任务，他们的威胁更大。如果将俄军逐出哈尔科夫郊区，导致包围圈解除，那么伊久姆俄军的退路将受到极大的威胁，俄军南线包夹东乌乌军主力的战略将被严重破坏。从昨天开始，哈尔科夫和伊久姆地区乌军同时发动反攻行动。由于俄军在伊久姆地区也部署了一支实力相对强大的作战力量，精卫坦克第4师就在此地驻扎，乌军自然是讨不了什么便宜，进攻陷入停滞。乌军只在伊久姆左翼附近取得了一点进展，俄军现在还在牢牢地把持着伊久姆地区的控制权。说实话，虎妞认为乌军当前还没有能力从俄军手里拿下伊久姆。在哈尔科夫，乌军的反击就更有意思了。此前，俄近卫坦克第4师就在进攻哈尔科夫的战役中，因为机械损耗和故障的原因，丢弃了几辆 T80U 主战坦克，便继续穿插突击。但是这几辆坦克最后被乌军趁乱偷走，然后进行了保养和维护。这些坦克随即被乌军93机步旅接收补充，成为了乌军的主力装备。乌军93机步旅在哈尔科夫的反攻行动便以此前缴获的这3辆俄军 T80U 主战坦克打头阵，光天化日之下，沿着公路快速推进，生怕别人看不见。不出所料，很快便遭到了俄军的火力打击。俄军使用反坦克导弹对这些坦克进行了精准点名，第一辆坦克直接被打爆，反坦克导弹的金属射流直接射穿了坦克转盘弹药架，坦克发生殉爆，炮塔掀飞，车内成员全部阵亡。第二辆坦克被炮弹击中重创，坦克全损，成员直接跳车准备逃跑。第3辆坦克的成员则被吓惊呆了，一弹未发直接弃车逃跑。随后，这些逃跑的乌军坦克车组被俄军全部击毙，而且是以一名战士最屈辱的背后中弹方式被击毙在战场上，而坦克则全部被俄军俘获。就这样，剩余完好的一辆 T80U 主战坦克在被乌军缴获一次后，又再度回到了俄军的手中。事后根据俄网上的报道可知，乌军的反攻消息疑似被泄露，并且收到了有关俄军部署信息的错误假情报。乌军认为俄军的摩步3师此时在伊久姆地区驻扎，意图趁着哈尔科夫防守空虚的情况下，梭哈一把抢先进攻。但是没想到战力彪悍的俄军摩步3师此时就在迎面的哈尔科夫西部地区驻防，因此在情报有误的情况下，乌军装甲部队刚一出动就闯入俄军伏击圈，乌军哈尔科夫反攻首战大败，一个坦克排就这么直接报销了。残余的乌军也是慌不择路地败退回去，一场所谓的反攻可谓是虎头蛇尾。虎妞认为，现阶段乌军和俄军的实力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仅是情报工作出了问题，尤其是俄军对乌军从地面和空中进行全方位的精确打击，
对乌军的军事工业采取了毁灭性的破坏行动，这就造成乌军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损失得不到有效的补充，和俄军持续的打仗之后越打越弱。如果从有利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乌军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撤出东乌的乌军主力，尽可能保留有生力量。这是乌克兰手中唯一且最后的筹码。如果东乌地区的乌军都让俄军给包夹歼灭了，那么乌克兰将再无可战之兵，战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即便是再到谈判桌上相见，也没有任何筹码可用。